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萧炎带着黑角域众多强者，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了加玛帝国的边境镇鬼关。当年萧炎被云岚宗追杀，就是从这里逃出去的。3年后重回旧地的萧炎发现镇鬼关的统领穆铁正被和云岚宗勾结的副统领围困，萧炎出面解决了穆铁的危机，也从穆铁这里得知云岚宗这3年越来越野心勃勃，近期云岚宗怕是也要对3大家族下手。而由于萧炎的缘故，云岚宗肯定是先拿米特尔家族开刀。萧炎得知之后，便立刻动身赶往帝都。云岚宗这边已经将清除米特尔家族的人手召集完毕，只等云山一声令下，便杀入米特尔家族，将萧家残党搜出来。米特尔家族这边，亚飞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情报，云岚宗这2日便会对他们动手。海波东对萧炎很有信心，他坚决要保萧家，米特尔家族其他人也不敢有异议。就在整个米特尔家族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时，云岚宗派出上千人对米特尔家族出手，亚飞和萧鼎指挥内部行动。海波东带着家族强者对战云岚宗的人，云岚宗领头的2人都是斗皇强者，虽然他们的实力是用秘法强行提升上去的，但2打1，海波东对上他们也很吃力。米特尔藤山也被2名斗王强者缠住，没有办法脱开身帮海波东。此时加玛帝都所有人都在关注着这场战斗，皇室、炼药师公会以及穆家和纳兰家都很清楚，只要米特尔家族一败，到时候他们如果不臣服于云岚宗，要不了多久也会是这种下场。但碍于云山斗宗的实力，嘉刑天和法玛等人都不敢出手帮海波东。天空中战斗进入白热化，米特尔家族庄园的外院在云岚宗弟子的拼命冲击下也沦陷了大半。主战场上，米特尔藤山没扛多久就败了，而在打败他之后，那2名斗王便转身联手对付海波东。海波东在云岚宗4位长老的联手攻击下，很快也处于下风。就在他们4人合力一击即将落在海波东身上时，满身碧绿色火焰的萧炎突然出现，直接应接下他们4人的攻击。萧炎使出8级崩，在对上云都4人的全力一击后，身形一阵摇晃，向后退了几步才将力卸掉，而云都4人的身体却直接倒飞了10几丈，才狼狈地稳住身形。云都4人不敢置信，在加玛帝国中竟然还有敢挑战云岚宗权威的存在。萧炎将身上的火焰尽数消散后，告诉他们萧家萧炎回来讨债了。萧炎的出现将云岚宗的计划打破，但云岚宗对这次的行动势在必得，云都将隐藏在城内的另外5名斗王召唤出来帮忙。看着云岚宗又仗着人多，萧炎轻拍手掌，随后10几名斗王实力的身影出现，将云都等人包围。萧炎直接下令，在场的云岚宗强者一个不留。云岚宗的2位斗皇他交给了海波东对付，其余的斗王就交给了林燕和黑角域的打手们。美杜莎和阴骨老这种级别的强者这次都没有出现，毕竟凡事都要留一手，一来就暴露底牌这种蠢事，萧炎当然不会做。安排好空中的战场，萧炎直接朝着下方的庄园而去。此时云岚宗的弟子已经快要攻进内院了，萧炎出现后直接告诉亚飞让米特尔家族的人后退，防线也不用再管。随着米特尔家族的人撤退，云岚宗的弟子顿时涌了进来，而那些涌入庄园的云岚宗弟子一个接一个化为火人直接爆裂，越来越多的云岚宗弟子诡异自焚，吓得后面的人四处逃窜。萧炎这一手让在场所有人都遍体生寒。这在萧鼎感慨萧炎不再是当年那个心慈手软的少年时，见识到萧炎的实力，想要示好的妖夜公主带领皇室的军队出现，以云岚宗不顾律法为由，将剩余的云岚宗弟子全部带走。萧炎加入空中的战场，一拳一个斗王强者，随后一股凶悍的气势从他的体内暴涌而出。云岚山上闭目修炼的云山和被关禁闭的云韵都感受到了萧炎的气息，而云都等人留在云岚宗的魂牌也全都爆开。云山下令云岚宗进入最高警备，他等着萧炎找上门亲自收拾他。萧炎毫不犹豫地斩杀云都4人，让嘉刑天等人都不得不考虑自己该站在哪一方的阵营中。这场大战落幕后，海波东在知道萧炎打算和云岚宗不死不休，便建议萧炎最好将皇室、炼药师公会和其余2大家族拉到他们这边。这几年他们对云岚宗的所作所为也十分不满，只是碍于云山的实力，敢怒不敢言。但萧炎因为当年的事情对他们感官都不怎么好，对于和嘉刑天等人合作也并不太感兴趣。海波东和萧鼎都劝说萧炎，想要将遍布大半个帝国的云岚宗连根拔起的话，非常需要皇室等势力的帮助。萧炎听到之后也不再那么抗拒和他们合作。在海波东的联系下，萧炎和几大势力决定在炼药师公会会面。萧炎出门遇到带着亚飞的海波东时，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亚飞看到萧炎身后的美杜莎，心中升起一丝敌意和警惕。海波东看出亚飞和美杜莎之间不对付，转移话题让亚飞忙其他的去。在临走前，亚飞故意对着萧炎做一些暧昧的动作，说一些似是
是而非让人误会的话。而美杜莎看着和亚菲打情骂俏的萧炎，脸色也越来越冰冷。虽然亚菲适可而止，但美杜莎吃醋的样子，就连海波东都能看出来。这次会议，海波东将加玛帝国最强的几方势力首领都聚在了一起。萧炎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今日召他们前来是想要和他们联手清除云岚宗。以如今加玛帝国的形势，嘉刑天等人想要中立是不可能的，而萧炎即将与云岚宗决一死战，他绝对不容许出现任何岔子。萧炎的态度很强硬，要求他们在决战之前必须要给他一个立场。海波东第一个表态，米特尔家族一定会站在萧炎这边。萧炎也不再跟他们藏着掖着，让阴谷老3名斗皇强者出现。而斗宗强者原本他是想让美杜莎出来，却没想到药老直接现身。这是药老第一次在萧炎和美杜莎之外的人面前现身。药老这次现身为萧炎镇场子之外，还认出了砝码是当年自己游历大陆时遇见的小炼药师。药老当初对砝码有点拨之恩，砝码一直铭记在心。在认出药老后，砝码一咬牙一跺脚，就表态炼药师公会会全力助萧炎迎战云岚宗。砝码表态后，穆家也跟着表明会站在萧炎这边。而皇室这边却担心，若是清除了云岚宗，萧炎是否会成为另一个云岚宗。萧炎向皇室保证，只要他们不动歪心思，像云岚宗这种想要夺国权的事，他绝对不会做。在所有势力都表态要站在萧炎这边时，在场的人突然得到2日后云岚宗即将举行云韵和古河婚礼的消息。云山此举就是想要用云韵来拉拢古河。古河身为6品炼药师，很多高手都非常给他面子，而他又一直都爱慕着云韵。如果这场婚礼举行成功，古河就会彻底和云岚宗绑在一起。为了不壮大云岚宗的实力，也为了自己的小心思，萧炎决定将与云岚宗大决战的日子放在2日后云韵大婚之时。古河这个人有天赋有实力，更有着炼药师的高傲，萧炎会用其他的方法让他知难而退，带着跟随他的人离开云岚宗。为了2日后的大战，药老特地给了萧炎一枚用古灵冷火炼制的戒指。云岚宗大战很有可能会有魂殿强者出现，到时候打起来，药老的古灵冷火可能很难借给萧炎，所以就先给他这枚戒指预备。戒指中的古灵冷火只够萧炎使用1次佛怒火莲。这2日内，海波东也在萧炎的父子灵丹下恢复了巅峰实力。萧炎这边的势力全都在为2日后的大战做着准备，而云岚宗却依然是一片平静，就像对加玛帝国的暗流涌动毫不知情一样。2日后，萧炎带领众多强者前往云岚宗讨债，这一次决定着加玛帝国的命运，也是这一次药老离开了萧炎。下一期就是萧炎3上云岚宗破坏云韵婚礼，痛打云山了。云岚宗过后，萧炎终于要成为斗皇，遇到小医仙，再收超强红颜打手。后面的内容也会越来越精彩，就是动漫更新的真的很慢很慢，豆豆有一种要等到天荒地老的感觉。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